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出多汁的汉堡排。外面大概就100克，我在想，好少哦。那做这个汉堡排，这个不算日式的汉堡排，是在日本也算是一个比较最近几年才有的东西啊。小朋友都超爱的，肉汁也很多，好吃的。搭配这个萝卜泥酱呢，整个汉堡排就变得非常清爽，味道非常的有层次，完全不会腻，不输外面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的微之旅。我知道碗肉头米之类的就是汉堡排，最近开了非常多家。那我觉得其实每一家味道都不太一样而已，都味道还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出多汁的汉堡排。因为只做汉堡排太水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萝卜泥酱。因为汉堡排的油脂其实蛮多的啦，搭配这个萝卜泥酱呢，整个汉堡排就变得非常的清爽，味道非常的有层次。那我们今天先找个萝卜，白萝卜，我们萝卜泥酱可是用白萝卜啦，没错。然后我们就把皮削掉。萝卜啊，它有2层皮，这边里面这层是我们要用的，外面这个都要削掉。有些比较薄，有些比较厚，像这个就是比较厚的。那我们要削到都是变成这里面这个颜色，不要外面这个颜色的。外面这个比较苦，然后也比较硬，纤维比较粗，它都算是皮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就把它削掉，这边白色的，这边是我们要的颜色，再削一刀就会变我们要的颜色。买一把好的削皮刀可以省你很多事情。为了要口感比较好啊，有人可能说这样有点浪费，可是我觉得是这个萝卜的问题。就这样削到里面都是这个颜色的，那可以了。这是模拟器，那模拟器有很多种，还有另外一种这种的啊，反正要用最细的这个是错签的，这个是模拟的，我们找这种类似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我自己在日本买的啦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模拟器，对，它的口感非常的蓬松。那萝卜其实是出水一个很多的根茎类，它的水分含量非常高。好，差不多这样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磨老半天才这样子。我忘了装一样东西，所以它水漏出来了，它其实底下还有一个这个，我没有装上去，这样水就会留在里面。对，我们再搓一下好了。对，这个是我在什么饭田商店买的。然后这个它有一个特性是让它斜着放，它的水就会往这边流，不应该留在砧板上，水就会流下来，然后看就会在这边。理论上应该这样啊，它这边可以卡住，这样放着让它沥干。那我们现在来准备牛角肉，外面大概就是150克，就一颗啊，一颗大概是150克。一般来说，牛角肉我们拿到大概就是70%或者80%的瘦肉的牛角肉，对，会比较好吃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出那种会爆汁的汉堡排的话，你的牛角肉的牛脂肪稍微多一点。那在日本的话，他们会用所谓 kidney fat， 肾脏旁边肚子里面的一种脂肪，对，它是特别拿来做成牛角肉会爆汁的，对。但是我们台湾好像没有，餐厅可能他们有在请代工厂加工这件事情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那种很爆汁的话 ，sorry， 你要自己想办法。之前我们做的这个不算是日式汉堡排了，它在日本也算是另外一种东西了。像我自己有这个是我修肉下来的一些牛油，那我们就把它串到里面去，串成这样子。或者是我们可以串小小的看看啊，太小了啦，这太小了，不行，要串大一点。因为我们今天肉没有很多啦，我们大概串个5%进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它就会爆汁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们的肉都蛮好，不是 prime 的，就是澳洲和牛或是和牛，这样子加进来，对，然后我们希望它爆汁，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抓一抓，让它乳化多一点点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。把我们刚刚串的这些脂肪把它混合进去，增加5%的脂肪含量。我觉得这样应该差不多了，对，这样撕起来这样的感觉就差不多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称重，那我们一样称150克吗？就跟外面一样小气吗？不是小气啊，我们快不行。我们快不行，我们拍到晚上已经快不行了，是吧？这没有志气，150可以多0.6克，对，然后这样稍微拍一下。我们要再让外面再多乳化一点。那我其实不喜欢拍太久，因为你手有温度。如果这个肉不够冰的话呢，它会破坏它的乳化性，对，所以反而不是很好。所以我看到外面那种表面油亮亮的那种，我其实很不喜欢，因为那个已经没有乳化性了。有些就是被他们已经拍到油亮亮，尤其厨房很热，这个要注意。然后我会这样子再把它拍一拍，把里面空气挤出来，免得空气到时候压力太大爆出来这样，然后再把它再收一次。为了让它比较容易熟啊，我们可以把它整的稍微长一点。它外面其实不是一颗150克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外面是一颗100克左右。有那么大颗吗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颗150克，会不会太多？可是50克很小，50克只有1/3耶，很小哎。
还是我们改100克好了，这没有志气。外面应该是100克不到我在想啊，你看100克就这样啊，我觉得100克可能比较容易让大家成功。你要从下面往上打，然后再从上面往下丢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感觉，一个抛接球的感觉。好啦，102克，重2克，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整长一点点，因为外面大概就100克，我在想，好少哦，那我吃的不开心。可是我们今天不行，哎、好厉害哦，103克，傻逼死，给你3克，外面拍一拍，让它有一点乳化，然后顺便把空气给弄出来，然后就是不要弄太久，弄太久它都已经油水分离了，这样，那这2克怎么办？91、83、170，烤个170的给你吃，那不然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们拌一拌啦，86、89，好不好？不行就带回去给我女儿吃。然后这个肉啊，我们刚刚都已经调过胡椒跟盐，这样它会比较有底味一点点。虽然我们会有蘸酱，可这样它会比较有底味。这个动作其实不会很难啦，就是用手指头把它往上拨，然后手是往下丢。慢慢的转动它，一边打一边转动，一边打一边转动。那记得要乳化够，不然你打的时候就会飞到到处都是。这样整形的时候不要再去折它，这样折的话，它这边乳化的地方跑掉了。对，你好不容易打出一个乳化的表面了，不要再去折它，不然到时候肉汁就会从别的地方渗出来。结案。我们继续来烤这2颗小一点的，会比较好烤。所以如果大家怕说不成功的话，你就烤小一点。Flashback， 你想要几分熟？我觉得可以了。你看它现在变成圆滚滚的，我觉得应该可以了。好像可以再熟一点，可是它没什么肉汁喷出来的样子。还是没有很熟，你就把它称小一点来，会比较好烤。我觉得外面也都只有那么大。那我们现在来做萝卜泥酱，对，反正它烤要一段时间。萝卜泥酱呢，我们就这个萝卜泥啊，我们稍微把它挤一下水，把水挤掉。我个人是喜欢挤蛮干的啦，可是挤太干的话，它又会太硬，对，所以斟酌一下，差不多这样，蓬松的就可以了。这样萝卜泥，然后萝卜泥酱呢，我们需要加一点别的东西。对，我先来转一下这个。哎呀，夹子真是好用。萝卜泥酱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些柚子醋或者是酱油。如果你有柚子醋的话，其实蛮好买的啦，柚子醋。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些煎鱼酱油之类的，像这个就是一个2段熟成生酱油，就可以加一点在上面，那稀一点在里面。好，加一点柚子醋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就可以拿来当做蘸酱。然后我们继续来烤这个。这烤就真的是比较花时间一点，你自己烤过你就知道，你不要去催店员，反正就是这么慢。所以他们有时候做那么小颗啊，是因为可以快一点，可以上菜给你。然后有一些它好像是一颗一颗上，对不对？一颗颗给你，这样子你就不用等那么久。我们这一系列都要做牛绞肉，我会不会吃牛肉吃太多？吃牛是不是真的会变笨？哎，你巴西人没有这个问题。我想到个很地狱的事情，还是不要讲好了，太夸张。可是我也没有认识什么聪明的人是不吃牛的。慢慢烤，慢慢烤，慢慢烤。这个啊都还太软，炸一炸，慢慢来。那做这个汉堡排，这个不算日式的汉堡排，是在日本也算是一个比较最近几年才有的东西啊。那日式汉堡排的话，他们会加蛋，会加面包粉，会加炒好的洋葱，然后而且他们会是牛猪混的，2牛1猪或是一半一半的。那有一说是为了要让口感比较软，味道比较有层次，可是我觉得完全是因为猪肉比牛肉便宜。然后加洋葱跟加面包粉也有这样的原因，可是洋葱跟面包粉的确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多汁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如果你要它多汁，就是加油。有另外一个做法是加奶油，就是冷冻的奶油，拿去削成像我们刚刚一样削碎，然后把它掺进去，那个也会超多汁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超腻。然后如果你要好煎的话，你就是乳化要够，可是又不能太多，就是麻烦的地方，就你要有一点乳化，可是又不能太乳化。乳化之后风味也会比较好，可是它的筋的韧性就会变强，胶原蛋白韧性会变强，之后吃起来会比较，就是你越乳化越像贡丸。看看它的软度，有没有觉得超软？所以就稍微硬一点点。这边看起来就比较硬，
你看到这边就太软了，我再烤一下。但我真喜欢吃这种，小朋友都超爱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肉汁都已经开始硬要流出来了，我没有去刺它，就硬要流出来，这可能就快要好了。大家可以去测一下你自己喜欢怎么样的熟度，这个应该好了，我觉得应该都好了，搓一下看看，应该还可以再一下，因为它没有很多的喷出来，还可以再一下下，这个我看一下，应该都还可以再一下下，我觉得拿下来 rest 就好。那我觉得蛮硬的。哦，刚刚好。那实验结果的确小颗比较容易熟，这比较容易熟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吧，先吃原味。好吃的，不输外面的。肉汁也很多，可以加一点盐。我自己喜欢加盐。椒盐好好吃，这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萝卜泥的酱，其实是配料啊，也不算是酱，就萝卜泥。我们在肉上面放一点萝卜泥，一起吃，完全不会腻。我们之前做的那个盐腌柠檬，这另一批啊，就每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。你今天已经吃很多肉了，对不对？就萝卜泥，它是一个很清爽，然后带一点点萝卜的腥味，辛香料的辛，比较清爽的味道。然后盐腌柠檬就是一个也是清爽的味道，可是另外一种，而且是比较偏酸，有点水果味的感觉。不过怎么样都需要加盐，我两个都加试试看。盐腌柠檬加萝卜泥，不搭，不搭。我很老实的说，我觉得不搭，两个只能取一个。像老婆一样，只能娶一个，是这样比喻吗？一次只能娶一个老婆，不是说你只能娶一个老婆，是一次只能娶一个老婆。我被抓走。你要先吃盐味，不是原味。哦，对，对台湾人来说，这已经是盐味。对啊，就跟外面的差不多。我们这样一颗成本多少？真的不高哎，自己做可以自己加想要加的东西，对啊，而且不用排队。可是要自己烤比较麻烦。这个萝卜泥，我觉得不是你的菜。巴西人不懂萝卜，对啊，你们在家里面应该也没在吃白萝卜吧？不止。对啊，我跟你说盐腌柠檬才是你的菜啊。有那个酱油味啊，没有加酱油就不能接受。哦，你喜欢酱油味的、哦？哎、你家不是不吃酱油？有啊，我妈买的。听到那句话之后吓到了。看影片看发现买了有在用吗？没有。哦，你吃盐腌柠檬啦。是不是？这个好，就你的菜。盐柠檬跟这个肥肥的东西这样的很清新的味道，会想要继续吃下去，不会很腻。毕竟我们已经吃了不知道几个汉堡。我们今天牛角肉的克数已经到几克？我们吃500多克了，今天干。好猛啊！不健舒，我觉得这对心灵也没有很健康。业配一下我们，舒服过头，太舒服。我们是不是吃到现在其实是不太对？吃汉堡吃到太舒服，这段要逼掉。我觉得盐腌柠檬真救了我。可是我们今天教的是白萝卜酱。想要知道盐腌柠檬的，自己这边找。我们以前有做一集，我们去年拍那个超实用的烤肉酱，那个超实用的，那个真的是店里面就会用，而且有些店还没有那个好吃，直接拿出来开店都没问题的酱，真的太可惜，你没看到真的是。可惜，毕竟我们是一个知识型的频道，还是吧？以后还是不能拍4集，会不会有点多？到那边怎么办？我们要找援军。对啊，因为很多援军啊，乐眼有人来吃，然后就会比较快，就会比较开心。我们下次要找援军。好，频道会员自己在底下，你自己官方 LINE 告诉我们你是频道会员，就可以来这边帮忙吃。记得要请假，因为我们几乎都平日拍。好了，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假日拍啊。要不然要找我儿子来，频道会员来我们不好使唤。我儿子下去买东西，我们真的很坏啊！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我们也快要10万了。对，频道会员，你想要吃肉，告诉我，不一定要吃肉啊，我们有时候会做别的东西，可以来参与
帮忙吃东西，让我们不要那么痛苦。这个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，你也可以出去外面吃的。家里面自己做就是好玩，对，然后便宜，真的会便宜很多，真的会便宜很多。那很简单，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做。麻烦的可能是那个吧，有没有盐糊？一个可以做烧烤的东西。然后我们今天没有饭，这个的重点是第一个不要乳化过头，乳化过头的话口感就会太硬。肉最好是要够冰，不然它乳化性被破坏也会很难吃。然后烤的时候有点耐心，不要一直想要翻它，不然肉它会破掉，然后肉汁就跑出来。我觉得旭旭苑的酱应该蛮搭的。对啊，我们之前做那个蔬菜酱啊，就是你们都没有看的那个中秋节烤肉酱，那个一定超搭，那个可以直接铺在盘子底下放上去。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土耳其的卡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，就土耳其有一种土耳其，就是你去找影片，太夸张，就是在那个剑上面串那个牛角肉或羊角肉，你去找影片。要不然我这个姿势超奇怪，真的就是这样子捏，然后拿去烤。这个也很像，可是那个比较干一点。如果你对这种烤的汉堡排有什么想法的话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然后如果想要买牛角肉，我知道你很不好买牛角肉，我们不像某一些店用那个日本和牛的牛角肉，其实我觉得没必要。今天包装上面应该是澳牛，也很不错，我觉得味道很好，不会有怪味。我觉得那个肉香很棒。如果你有更多问题的话，可以加我们赖社群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，然后我们有各种商品的购买资讯也会堆在那边。对，先会在那边出现，因为很多在那边就不见了，就被买光了。你可以加我们频道会员，加自己就可以坐在旁边一起吃，不要让我们这么累。我们现在就是吃的太开心了，然后也可以抖内在底下抄袭留言也很好，感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，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抖内。对，这集有很水吗？应该还好。这集是闲聊，对不对？有点像在跟我面对面吃饭的废话。如果加我们赖社群，你会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啊。频道会也会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。